外婆教给我的针砭术，扎的是人血，驱的是鬼物。得知我瞎了，继弟找了2个混混，半夜强闯我的房子。他们知道我孤苦无依，所以无所顾忌，一脸猥琐地直闯我的卧室。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盲女。我师承外婆是正统的天一门传人，我们这一门由祝由科演化而来，自古男子为柱，女子为巫。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天一门与其他玄门正宗不太一样，我们很少隐居山林，常常混迹世间。一个好的巫祝不仅能驱邪避煞，更能助人长寿少病。因而，天一门人一旦入世，通常都会成为达官显贵争相抢夺的座上宾。所谓出入皆富贵，往来无白丁。但我外婆是个例外，她老人家本是通神，却一辈子都守在这个破旧的居民区里，开着一家小小的盲人理疗馆。平常就给邻里邻居把火罐，做艾灸，驱邪正。我妈和我小姨都继承了我外婆的本事，但谁都不愿意苦守在这平凡之地。2个人都去了大都市，不消几年就混得如鱼得水，光鲜亮丽。可最终繁华落尽，姐妹俩落得个一死一疯，把我一个小小的孤女留给了苍老的外婆。等到我长大了，外婆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别到最后把命都搭进去了。外婆的话一语成谶。26岁这年，我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夺去了眼睛，失去了视力，我果断回了老家。外婆早已离世，我把家里那块刻着4块半盲人理疗馆的匾额擦了擦，又挂了出去。我这人天生命薄，八字奇弱，本来该是个胎死腹中的命，可被我那个恋爱脑的妈用一种逆天之法夺生魂术，硬是给生了下来。我外婆为了养活我，从山里挖来一口100年红木棺，那棺木最是巨阴，我18岁之前都不得不睡在棺材里，以阴气养身。这次也是凑巧，失了眼睛后，我元气大伤，一连几天我都睡在棺材里养伤。那2个小混混闯进来时，刚好赶上我苏醒过来。连续3天水米未进，我正挣扎着往棺材外面爬，就听屋子里扑通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接着又是一串凌乱的脚步声，直奔屋门而去。我循着声音，四肢着地，以最快的速度爬了过去，一把抱住那人的大腿。那人嗷一嗓子，整个人都僵住了。我披着凌乱的长发，虚弱地抬起头，沙哑着嗓子道：“别跑，大哥，先帮我点份外卖。”警察来的时候，我正抱着全家桶啃。那2个混混一边指着我，一边鬼哭狼嚎：“鬼！这有鬼！他是鬼！”来的骗警刚好是我的邻居，我叫他陈叔。陈叔一把揪起那混混的领子道：“什么鬼？人家只是一个眼睛不好的小姑娘，你们大半夜的闯到别人房子里，你们想干什么？他真的是鬼！”那胆子稍大些的混子紧紧扒住陈叔的手臂，他卧室里有副棺材，我亲眼看他爬出来的。我啃着鸡翅，一脸无辜：“什么棺材？那是我店里的理疗床，是你们自己大半夜的闯进来，一头撞上去的。”陈叔兜头给了那混子1巴掌：“都给我回所里，今天我好好教育教育你们。”我挥手跟陈叔道别，警车一走，我就察觉到了一股隐藏在不远处的视线，偷偷摸摸的，恶意十足。不用猜我都知道，是我父亲那位好蛋儿郭文。郭文可能以为我瞎了，此时又是半夜3更的，根本不可能发现他。但他不懂，我这人命薄，血缘对我影响极重。虽然很不想承认，但郭文和我到底是同一个父亲。他稍一靠近，我就清晰地感知到他了。我慢慢地站起身，无神的双眼直直地朝郭文看了过去。郭文似乎也发现了，他下意识地想逃，但后退了一步，又生生站住了。他那愚蠢的狂妄不允许他向我低头。我笑了，既然是你自己送上门的，那就别怪我了。我挂在腰间的铜铃无风自动，一阵阴寒自我周身钻出，随铃声而去，直扑郭文。此时刚过午夜0点，阴阳交接，我身上阴气正盛，分给郭文一丝半缕的，就够他在回家的路上好好热闹一场了。我转身回了屋子，刚一进卧室，我就感觉头皮发麻，有一股视线刺着我的后背，我知道那个方向的墙上挂着我外婆的遗像。
是他先来招惹我的，又不是我主动去找他的，别什么都赖我。我刚冲外婆嚷嚷完，喉咙就是一痒，连咳了几声，我的喉咙和鼻子就肉眼可见的被堵住了。我又病了，他妈的，这就是我的命。因为命数太弱，稍微重一点的因果我都扛不住。伤亲对我来说就是过重的罪业。郭文害我，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回手报复他，立刻就生病了。我揪了块卫生纸，狠狠擤了擤鼻涕。妈的，等我改了我这破命，我肯定把那姓郭的一家全撅了，一个不剩。感受到我外婆不屑的眼神，我只能又认命地爬回了棺材里，继续休养。第二天，我照常醒了，声音有些沙哑，微微有些发烧。看起来郭文应该是安全到家了，估计也就是路上受了点惊吓。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店面，把店门打开。我外婆这家理疗馆就开在一栋居民楼的1楼，前面有个简单的小院，进门就是几张理疗床，后面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的棺材平时都锁在最里面的卧室，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我刚打开店门，邻居王奶奶就领着她的外孙女来了。迎君啊，早上吃饭了没？我给你包了点饺子。王奶奶跟我外婆是老街坊了，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这些天知道我从外面回来了，还跟我外婆一样瞎了眼睛，一直很唏嘘，对我也很照顾。谢谢王奶奶，我赶忙去接了饺子，正好饿着呢。那边王奶奶用力拽了一下她外孙女，我听着声音，那小姑娘好像不太想进来。怎么了？孩子是不舒服吗？哎，这孩子昨天刚跟他妈一起回来的，好好的，非说是精神有问题，半夜总说胡话。医院看了好几家了，给开了一大堆药也不见好。昨晚我搂着他睡，听他梦里说话，活像个男人的声音，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王奶奶这边话还没说完，那边小姑娘已经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又哭又喊了起来。小妹妹别哭啊，姐姐这儿有玩具熊。我从屋里拿了只小熊，蹲到小姑娘身前。小姑娘伸手抱熊，我借机握住了她的右手，顺着那肉嘟嘟的中指指节往鬼穴一探，一阵微弱的跳动自皮下而来。还真是招到东西了。没什么大事儿，我笑着安慰了王奶奶一句，摸索着回到屋里取来一根火柴。我外婆治虚症主要靠祖上改良过的鬼门13针，普通附体症最多3针，药到病除。到了7针，那就是妥妥的厉鬼了。至于7针往上，我外婆生平都没碰到过几次，那时候拼的就是修为和命数了。这小姑娘年纪小，身体弱，症状也不明显，我估摸着不用下针，直接取穴就行。来，小妹妹，把眼睛闭上，姐姐跟你玩个游戏哦。趁着小姑娘把眼睛一闭，我用火柴源头那一端直取鬼宫穴。鬼门13针第1针，鬼宫即人中，左边入穴，右边出。我刚往右侧一探，就扣住了一个圆滚滚的异物。小姑娘哎呀了一声，嗓音立马变了：“你个赔钱货，衰女子，断我香火！”那浓厚的口音活像个70、80岁的老头。旁边的王奶奶一听，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是你这个死老鬼，人都死了还不放过我外孙女，要香火下地狱要去，离我家孩子远点儿。没爸的不能要，扔河里溺了，扔河里溺了。”小姑娘仰起头，嘴里不断地嘟囔着，口水都流出来了。王奶奶在旁边听了，气得人都要撅过去了。我手下微微一用力，小姑娘又哎呦了一声。人有人路，鬼有鬼路，趁我手下留情时，赶紧滚！我凶狠地道。那小姑娘眼睛一斜，阴恻恻地盯着我，这衰女我要带走，我要带伴儿的大孙儿，我要大孙儿。我左手一闪，亮出3根红线银针。敬酒不吃罚酒，等我真下了阵，你大孙儿有没有包我不知道，你肯定是没有了。那小姑娘的圆眼一瞪，看着我手里的针，瞳孔微微有些颤抖。怎么着，要试试吗？我扣穴的手力气越来越大，那3根银针在太阳底下闪着寒光。终于，小姑娘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痰，接着人像整个惊醒了一样，大哭了起来。没事了，没事了。我赶紧收了针，摸摸小姑娘的头，又探了探她的鬼穴，已经没有跳动感了。王奶奶慌忙把外孙女搂进怀里，她那死鬼爷上个月刚走的，活着的时候就重男轻女，没想到死了还作妖。我女儿，
女婿都不打算要二胎了，谁曾想这当爷爷的竟然想要孙女的命，真是作孽。人都死了，就剩最后那一点妄念，现在也都散尽了，不会再有事儿了。我安慰王奶奶几句，王奶奶又想给我钱，我摆了摆手，您都给我送饺子了，就当诊费了。王奶奶笑了笑，倒也没多坚持，跟我连连道谢后，领着外孙女走了。其实这些年，我外婆给邻里看病也是很少收钱的。刚送走王奶奶，我就感觉心念一动，又有不速之客来了。果然，一辆与这片破旧的居民区格格不入的豪华轿车缓缓停到了我的小店门前。那个男人下车的时候，我甚至能听到过路人的惊叹。也不怪我妈当初过尽千帆，什么富家公子、豪门大少都见过了，却偏偏选中了他。那一身好皮囊当真是上天的恩赐。他一下车就快步向我走了过来，迎君，让爸爸看看你的眼睛。这一声爸爸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长到26岁，一次爸都没叫过，跟他见面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我外婆活着的时候，她连踏足这片小区都不敢，更不要说来看我了。郭明先生，我姓冯，我没有爸爸。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刚刚抬起的手又慢慢落了回去。我今早刚知道你跟郭文的事儿，我已经狠狠教训了他。他昨晚也是被吓得不轻，我出来时他还在发烧呢。什么我跟郭文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无辜地瞪大眼睛，好好的怎么会发烧呢？难不成是大半夜的撞鬼了吗？郭明明显被我噎住了，好半天没说话。我扬起嘴角，稍稍侧身道：郭先生，要不要进去坐坐？给故人上炷香。我妈的遗像还挂在墙上，翘首以盼呢。郭明一动没动，半晌过后，我才听到他轻叹了口气：迎君，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妈妈，如果可以，我宁愿她从来没遇到过我。说的真好听啊！我勾起嘴角，如果她从来没遇到过你，那你们郭家现在恐怕正沿街乞讨呢。我没有危言耸听，我妈当年声名正盛，多少豪门大族为专门供养她一掷千金，历来名利场就是战场，除了表面那些尔虞我诈，私下里什么阴鬼手段没有。家族能请来一位正统出身的巫祝镇宅，比供神仙都有用。我妈可能也是被繁华迷了眼，在外面混了那么多年，愣是什么富庶子弟都没看上，却一头扎在了一个混进名流宴会、四处散名片的破落户身上。郭家祖上倒也富过，但那几年眼瞅着就要破产了，家里的企业岌岌可危。郭明那时候刚刚毕业，哪怕有几分真才实学，也难扶大厦之将倾，却偏偏在那年遇上了我妈。我妈为了帮郭明，是既搭人又搭钱，为郭家铺人脉、拉生意，做各种利益交换，几乎把自己都赔进去了，终于把郭家扶了起来。没想到一朝豪门起，郭明转头就跟另一位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联姻了。我妈1000个10000个不愿相信，大着肚子找上门去，换来的只是几滴眼泪和一句干巴巴的对不起。饶是如此，她还给人家找了100个身不由己的理由，巴望着肚子里这一丝血脉能让两人再续前缘。可偏偏医院又告诉她，孩子留不住了。我妈发动夺生魂术那天，我外婆和我小姨晚到了一步，阻拦不及。那一晚，医院里整整死了7个病重的婴儿。做了那么大的孽，我妈是干脆利落的断气了，却留下我这么一个受尽诅咒的孩子。我外婆为了把我从医院抱回家，都差点搭上老命。我小姨为了让我平安度过周岁，把自己卖进了一个名叫窥天台的邪门组织，换回了一串名为锁魂铃的门派至宝，这才堪堪保住了我的命。迎君，爸爸知道你还在恨我，但当年的事儿，爸爸真的是身不由己。恨你？我眨巴无神的双眼，轻巧地笑了。怎么会呢？我睡了18年棺材，夜夜听着指甲刮过棺材板的声音入眠。大白天走在路上都会被影子拉住脚踝，夜里不知道多少次被从地底伸出的锁链勒住脖子。我不管多恐惧多害怕，都没有喊过一声爸爸妈妈。我哪里还会恨呢？恨是多么浪费精力的一种感情。在我心里，郭家的结局是注定的，郭明的结局更是，只是早晚而已。跟爸爸回家吧，你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郭明脱口说出这句话时，我终于明白他此行的目的了。你是想供养我？
我歪着头道，郭家这些年一直在商场打拼，如今恐怕也举步维艰了。26年都没想起过我这个女儿，如今倒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说什么供养啊？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郭明的语气第一次有些急了。我这边还没来得及开口，突然嗖的一声，有什么东西破空而来。我只觉得额角一痛，一股温热的液体涌了出来。迎军！郭明慌忙把我护在怀里，他的几个保镖循声而去。片刻后，那边传来几声呵斥。先生，是有几个孩子在附近玩弹弓，用的竟然是金属弹丸，不小心打到小姐头上了。我他妈的，想骂人都不知道该骂谁。我还什么都没干呢，也能这么倒霉？难不成在心里骂几句爹也会遭反噬吗？这命数还让不让人活了？我正满肚子牢骚没处发呢，那边郭明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擦着我头上的血，嘴里还不无温柔地道：我就说你一个人住不行，你跟爸爸回家，爸爸给你请最好的医生。我一把抓住郭明的手，嘴边荡起一抹笑：郭先生，你知道在京沪两地请我一次要跨多高的门槛吗？一言以蔽之，想要供养我，郭家还不配。郭明此时终于装不下去了，他的声音慢慢失去了温度，带着一丝警告，一丝威胁。可你瞎了，一个失去眼睛的巫祝，就等于现成的唐僧肉，没有人庇护，你迟早粉身碎骨，是吗？我瞪着郭明，一双无神的眼睛开始慢慢聚焦。这时，我身上的铜铃无风自响，下一秒，我准确无误地抽走了郭明手上的手帕。你……郭明愣住了，他诧异地看着我的眼睛。我是天一门的巫，临时借一双眼睛，很难吗？我晃了晃手里的手帕，要不要我来教教你，怎么装一个真正心疼女儿的父亲？看见女儿受伤了，应该先找医生，找药，替女儿处理伤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紧不慢地用一块破手绢擦她的血。郭明屏住了嘴没说话，我的视线落在手绢上的那一抹嫣红中。你这么想要我的血，是打算借此控制我，还是计划伤害我？你想多了。郭明不自觉地后退了2步，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那我也不勉强。只是日后还请对你的弟弟妹妹们手下留情些，你们身上毕竟都流着我的血，我不愿看到你们有剑拔弩张的一天。呵，我冷笑一声，还装呢，郭先生。我看你印堂发黑，乌云罩顶，最近恐怕不止事业不顺，家宅也不安宁了吧？郭明的脸色霎时黑了一半，他强装着最后一丝淡定，转身上车走了。那辆豪车绝尘而去，我拿出手机，昨晚一个空白头像给我发了几条信息。最近2房斗得厉害，2房怀孕了，是个男孩，大房动手了，夜里鬼哭狼嚎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郭家早已经有了我的眼线，也亏得郭文那个蠢货还有时间来找我的麻烦。郭明确实娶了2房，只不过大房明面上是前妻，也就是当初那个让郭明踢了我妈的富家女严武。严武不是个普通的富家千金，他家跟某个岛国有点关系，学了一手下咒的本事，当年跟我妈也是斗得有来有回的。只不过如果不是我妈自己作死，非要生下我，在斗法这方面他肯定不是我妈的对手。饶是后来我妈死了，严武也嫁进了郭家，生下了1儿1女，可他人也废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个胡言乱语的疯女人，少有的清醒时刻就是为他的儿子郭文争权夺利。郭明为了利用严家的权势，硬生生忍了严武15年，还落得个专情爱妻的好名声。等到严家失势了，郭明才踹了严武，又娶了一位富商之女微芷婷。但可能还是考虑到民生问题，郭明并没有把前妻扫地出门，而是仍然放在家里照顾着。那位微小姐也是大度，完全没有异议。她随后也给郭明生了一个女儿，如今5岁了，叫郭乐了。不过现在看来，微芷婷是又怀孕了，这一胎是个男孩，还是郭明的老来子。这下郭家大宅里可要热闹了。我慢慢踱回屋子里，墙上挂了很多我妈的照片，每一张都活灵活现，好像只要你稍稍瞥开眼，照片上的人就会自己动起来。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这屋子里的阴气太重，这些带着人像的东西被放得久了，难免要生出异象。
他是怎么都不敢迈进这扇门的，你美得再风华绝代，他也看不到。说起来，我的长相是既不像郭明，也不像我妈，我就是个普通人的样貌，最多算个清秀。我估计是那个狗屁夺魂术的原因，我本来就该是个正常人家的孩子，被我妈强取豪夺进她的肚子，被迫背上这么一个悲催的命。我拿起块抹布，随意扫了扫相框上的灰尘，人家娶了2个老婆，都没想起给你一个名分。你还是想开点儿，赶紧去投胎吧。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眼前的光线开始逐渐淡去。我所谓的戒眼，其实是利用所魂灵，暂借鬼眼，不能常用，常用会折寿伤身体。在黑暗重新来临前，我突然发现每一张照片里的女人好像都转过了头，正眼眶发红的死死盯着我。这一晚，我做了个怪梦，梦里我附在一个带着肚子的女人身上，跟她走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这似乎是一栋豪宅，窗户外面还隐隐能看到花园庭院的影子。可这豪宅里的灯光却很暗，搭上中式陈旧的装修，真有种走在鬼屋里的感觉。我附着的女人好像也有点紧张，脚步不自觉地加快，边走还边小声地自言自语起来。吴妈呢？她把乐乐带哪儿去了？我明天一定要跟管家说，家里的灯光必须调亮。女人快步经过一个狭窄的扫帚间，里面陡然传出咯咯一声笑，我的汗毛都跟着竖了起来。那个女人一下停住了脚步，声音都有些颤抖。乐乐，乐乐是你吗？扫帚间里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女人壮着胆子走近了2步，把门推开了一些。走廊里昏黄的光线映进了扫帚间，照出了一个小女孩的影子。那小女孩披着长发，穿着睡裙，手里好像还握着什么。女人似乎松了口气，乐乐，妈妈告诉过你，晚上不许乱跑的，快跟妈妈回去睡觉。哥哥，小女孩再度笑了起来，在这寂静的宅院里，那笑声显得尤为刺耳。乐乐，女人多少有些不安，但她还是想把女孩带走。这时，一直站在暗处的女孩晃晃悠悠地动了起来，她的肢体有些僵硬，照在墙上的影子简直就像牵线木偶。女人不敢动了，只等那个女孩慢慢向她走来。等女孩完全走出了黑暗，身体映照在光线下，女人陡然尖叫了起来。女孩的身上一片鲜红，她的脸上、裙子上都迸溅了大片红色的印记，也不知是血还是染料。最让人惊悚的是，女孩手里握着一把正滴着红色液体的尖刀。她缓缓抬起手，用刀尖对准女人隆起的小腹，嘴里喃喃道：弟弟，我要弟弟。女人转头就跑，女孩的速度却突然快了起来。小小的身体提着一把跟她小臂差不多长的尖刀，死死追着她怀孕的母亲。我这时突然意识到这2个人是谁了，郭明的现任妻子微芷婷和他的小女儿郭乐了。来人啊，快来人啊！微芷婷护着肚子，边跑边喊。可这偌大的宅邸，本该仆从遍地的房子里，此时却好像一个人都没有。走廊里的灯似乎越来越暗了，小女孩的笑声也跟着越发瘆人。微芷婷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终于，她被卷起来的地毯绊倒了。我的视角一下旋转起来，紧接着飞腾到空中，我看到一颗染血的弹丸从微芷婷的衣兜里滚了出来。微芷婷反身想捡，可郭乐乐已经跑到了她的跟前。她冲着自己妈妈的肚子高高举起了尖刀。乐乐，不要！微芷婷的尖叫随着一阵寒光炸响在我的耳边，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梦里的一切太过真实了，巨大的不安在我脑中轰鸣。趁着梦里的记忆还未模糊，我飞速回想梦中的一切。那颗弹丸，从微芷婷身上掉出来的弹丸。我昨天抢回了郭明的手帕，可我忘了那颗打破我额头的弹丸了，那上面同样沾着我的血。果然，什么父慈子孝，什么不懂事的孩子在附近打弹弓，都是骗人的。郭明那个老狐狸为了控制我，提前做了好几手准备。他跟我血脉相连，又深知我的八字命数，再加上我的血，能对我动的手脚就太多了。我必须把那颗弹丸拿回来。可是弹丸为什么会在微芷婷手里？昨晚我梦到的一切是微芷婷的真实经历吗？我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刚吃过早饭，正主就来了。微芷婷出现得十分低调，她把自己和女儿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在得到我的允许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店里，坐到我的跟前。很抱歉，冯小姐，但是除了你，我实在不知道能找谁帮忙了。微芷婷一圈一圈地解下缠在郭乐乐脸上的围巾，围巾刚一摘下，我就听到了异常熟悉的咯咯一声笑。我轻摇锁魂铃，再借鬼眼，视觉恢复时，正对上郭乐乐苍白的脸。我着实惊悚了一下，在鬼眼中，这小女孩的脸正被一双乌青的大手紧紧扒着，所以在普通人的眼里，她的五官几乎是凝固的，眼睛瞪得溜圆，眼眶发青，连嘴角弯曲的弧度都没有丝毫改变。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微微翘起的嘴里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又一声咯咯的假笑。看着女儿这副模样，微芷婷再也忍不住了，扑通跪在我的面前。冯小姐，我知道你和郭家的恩怨，只要你愿意帮我，愿意救我女儿，我什么都能为你做。说着，微芷婷就从衣兜里掏出了那枚弹丸。我知道昨天郭明来找过你，他回来就把这颗弹丸收进了保险箱。我猜这东西一定很重要，我把它给你，请你帮帮我。我接过了那枚弹丸，上面果然沾着一点血。微芷婷红着眼眶，全然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好，我答应你。我握住郭乐乐的手，往她中指鬼穴一摸，她的穴中粘滞湿滑，活像是一只水蛭缠绕在她的关节上。哟，我轻声道，原来这就是演武的咒，真是阴寒无比。什么？微芷婷没太听清。你女儿是中了咒，岛国的东西，不算厉害，但很恶毒。微芷婷的脸色一下变了，是她，果然是她。我已经一忍再忍，她还是不肯放过我们。我可以用针替你女儿强行解咒，但这种咒入骨很深，强行驱除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可能要病很长一段时间，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不敢保证。郭乐乐才5岁，微芷婷很明显不愿意冒这个险，她祈求地看着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乐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那就只剩一个法子了。我抬手拍拍郭乐乐的脑袋，我和他血脉相连，我可以用血为引，把那种咒引渡到我的身上，由我来替他消解，他就不会受影响了。微芷婷立刻诚恳地道，无论您需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拜托您了。我给邻里看病，一次4块5的诊费，给郭家人看病，价钱要翻倍。多少钱？您说。45万。我用朱砂笔写下话字诀，放在香炉中与艾草同烧。郭乐乐明显有些不安了，红色的血丝快速布满了眼眶。微芷婷刚想查看女儿的状况，郭乐乐一头撞开了她。我伸手去拽郭乐乐的手臂，她转头就想咬我。我掐住她的虎口，狠狠一按，她尖嚎一声，飞速朝门外跑去。关门，锁魂铃响，店门应声而关。压住她！一个黑乎乎的影子砰地压在了郭乐乐身上。我的锁魂铃有上下7只，最小的一只我挂在了身上，剩下6只我都挂在了窗口。那黑色影子是我锁魂铃里的固定住客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帮我忙的。我借机冲上前去，用3棱刀同时划破了自己和郭乐乐的手心。鲜血交融的一刻，我感觉到了刺骨的阴寒。我的身体长期由阴气滋养，凡是邪物都无法抗拒。我眼看着郭乐乐的眼神越来越清明，而我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双乌青的手，耳边隐隐传来一声声惨叫。我看到了被鲜血浸透的木地板，被活生生揭下来的人皮，有一双脚停留在了我的附近。我的眼睛被一双手死死扣住了，那手指插进眼眶的感觉让我浑身战栗。这时我听到了锁魂铃疯狂摇动的声音，神志猛地清醒了过来。严加施咒用的媒介往往都带着极重的怨气，我看到的情景应该就是那怨灵临死前的一刻。郭乐乐猛地哭了起来，声音变得清脆有力，邪咒已转移完成。我身体微晃，脱力地坐在地板上，在我抬头的瞬间，我看到了微芷婷紧盯着我的双眼。下一秒，她就转开了脸，慌里慌张地去拥抱自己的女儿了。冯小姐，你怎么样？郭乐乐是肉眼可见的恢复了，微芷婷这才转头问了我一句。我摇摇头，没事儿，就是有些累。这岛国所谓的咒，其实也就是利用怨气侵入人体，压阳驱阴的邪术。可我这人本身就没什么阳气，阴气反而如浩瀚之海。
想要控制我，光靠那点怨念可远远不够。我把那咒困在自己身上，只要再过几天，这屋子里的艾草气息就能把它完全化掉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冯小姐。魏芷婷把郭乐乐抱了起来，搂在怀里。这次多亏有您，我和乐乐算是逃过一劫。可是下次呢？下次呢？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真怕有一天我再也保护不了我的孩子。魏芷婷渲然欲泣，我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严家的咒用起来不是没有代价的，你看严武现在已经半疯就知道了。他当初跟我妈斗了几次，遭的反噬都很严重。现在每次施咒对他的精神都是极大的损耗，我估计也用不了2次，他就该彻底疯了。到时你就不用担心了。可我怎么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熬过下次？魏芷婷嘴唇微微颤抖着，我知道这样想可能不对，可自古以来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我们母女都是普通人，我们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冯小姐，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再帮帮我？你是要我帮你对付严武？我扬起眉梢道：是。魏芷婷像是下了极大决心，只要你愿意帮我，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可以帮你回到郭家，帮你抢回你的一切。我和我的儿女只想过普普通通的安生日子，我们保证不会给你添一点麻烦。魏芷婷的语气恳切极了，让人看不出真假。虽然我很想笑，但我还是故作严肃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真的很抱歉，我不想害人。郭家的一切我也不感兴趣。魏芷婷又想求我，被我扬手制止。再说，严武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万一被逼急了，我也很难办的。严武和我妈不一样，人家不恋爱脑，也敢想敢干。这辈子唯一能让他感到恐惧的，恐怕只有那个意志比他强的人。说完，我慢悠悠地转过头，看向挂满照片的墙面。更何况，一个疯子而已，说不定哪天一下就彻底疯了，你何必那么在意呢？魏芷婷的眼神跟随着我，一起看向了那面挂满我妈照片的墙面。最中间的一张，是我妈侧身坐在梳妆台上，如瀑的长发被她拢在手里，用一只檀木梳子慢慢地梳着。恍惚间，那张照片好像动了起来，我妈媚眼如丝地向魏芷婷浅笑着。魏芷婷一个寒战，再回头时，我已经走进里屋去了。等我端着刚刚泡好的茶壶走出来时，魏芷婷和郭乐乐都不在了，跟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墙上那张被我放在最中间的照片。1个礼拜后的夜晚，我又收到了空白头像发来的信息，他彻底疯了，因为一张照片。郭文大发脾气，推了魏芷婷一把，差点流产，郭明把他赶出去了。随后，他把那张照片拍了照，发给了我。魏芷婷今晚把照片扔了，我捡回来了。需要我拿去还给你吗？不用了。我回信息道，你留下吧，说不定有用。再说，他也喜欢那儿。我关了手机，去给外婆上香。外婆凝视着我，我摆摆手，我可没让人偷照片啊，我什么都没干。你看我现在都好好的，没生病也没受伤。这人啊，要是自作孽，就是天命也怪不到别人头上的。我很得意，刚把香插进香炉，烟气缭绕间，一双乌青的手就蒙上我的眼睛。我第一反应是我从郭乐乐那里渡过来的咒，可这么多天过去了，早该化没了。下一秒，我的手脚传来一阵猛烈的刺痛，我用鬼眼去看，一根铁钉被狠狠锤进了我的手心。啊！我尖叫一声，滚到地上。锤声还未停止，我能感觉到那坚硬的铁钉被一点点地钉进我的手掌。那源源不断的灼痛，让我在地上不停地翻滚着。这次的咒跟郭乐乐那次半死不活的咒完全不同，那深重的怨气中仿佛淬着毒，在我的身体里一阵翻江倒海。可我怎么会又中咒了呢？剧烈的疼痛和耳边不断的鬼哭声，让我的意识短暂地脱离了身体。我又来到了那栋光线阴暗的豪宅里，这次我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看到了郭明、魏芷婷和一个正在施咒的人。那人身前的银碗中放的还是那颗弹丸。原来魏芷婷还给我的弹丸是假的，她从头到尾跟郭明都是一伙的。他们利用我干掉了严武，现在接收了严武的势力，又反过来害我，真是一箭双雕啊！咒已中，掌中钉的程度，普通人尚能承受。下一层是断脚骨，那施咒的人
说话的声音如同老妪。郭明的回答则更为冷酷，继续让他一次疼到底，他才知道什么是顺服。呵，我笑了，这就是我的生身父亲。意识回笼，我听到了斧子拖在地上的声音，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朝我一步一步逼近。我的锁魂铃在不停地摇晃，可那咒在我的身体里，它帮不上我。我颤抖着抬起自己的左手，那道跟郭乐乐一起划伤的口子，现在还微微透着粉嫩。我亲爱的妹妹啊，当初血乳交融，姐姐可是为了救你。我用指甲慢慢刺进那没有长好的伤口，这一次该你救姐姐了。斧子拖在地上的声音已经到了我的耳边，我转头看到了一张干枯的鬼脸。来吧，我急不可耐了。我放肆地笑着，意识朦胧间，我听到了小女孩划破夜空的哭嚎和一帮大人慌张的吼叫。有爸妈真好啊！我是被一连串的电话铃声吵醒的。我的双脚已经没了知觉，疼痛的手按了好几次，才按到了接通键。我听到了郭明气急败坏的声音：冯银军，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左右看了看，没再看到什么怪异的影子。我在等着你们继续啊。血脉相连，我能替郭乐乐化咒，他当然也能替我了。你是故意的，你当初就是算计好的，你真恶毒啊！恶毒！我瞪大了无辜的双眼，我是为了救人啊，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害我？要不你们下次要害我的时候提前说一声，我好把准备都撤了，竟等着你们来害。你……郭明再说不出话来，那边微止婷抢走了手机，乐乐会怎么样？他昏迷不醒了，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我慢慢坐起了身，揉了揉酸疼的脚踝，不知道啊，你们问那个施咒的人吧，他自己的咒自己总能解吧。不过断脚骨搞不好以后都要当个跛子了。冯银军，我径直挂断了电话，微止婷最后的哀嚎成了我今晚止疼的良药。真好啊，碍于这破命，我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可架不住，总有人来送梯子。第二天，那个空白头像给我发来了信息，弹丸我已经毁掉了，他们也不敢用了。那个老咒师在给郭乐乐解咒，说是要把你和他的联系也解除了。没关系，不解除也维持不了多久。我回道，我把阿姨的照片放到他们卧室去了，真的会有用吗？我怎么知道？是你自己要放的。对，是我自己要放的，与你无关。那边回给我一个微笑的表情包。1个多月过去了，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初。今天太阳光很好，我探着盲杖来到附近的小公园晒太阳。这时候正是午饭的时间，小公园里人很少，我悠闲地坐在秋千上，慢慢地晃荡着。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走了过来，坐到了我身边，跟我一起慢慢荡着秋千。我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视频，给你听听。女孩把一只耳机塞到了我的耳朵里，耳机中传来了郭明惊慌的声音：你到底是谁？微止婷的声音接着传来：老公，你怎么了？我是止婷啊。不，你不是，你从来不用檀木梳子的，你不是他。老公，你怎么了？椅子被移动的声音和越来越接近的脚步声。郭明咣当一声摔在了地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冯山，我错了。珊珊，求你了，我错了。你已经死了，你早点走吧，走吧。老公，你在说什么？我哪儿也不去，我要一直陪着你。不要，不要，救命，救命啊！这时候有房门被推开的声音，一个人闯了进来。爸，你怎么了？呀，救救我，救救我！爸，你别怕。郭明似乎是被人搂住了，那人对微止婷道：阿姨，你先出去吧，让我爸休息一会儿。那边安静了好半天，一个冷冷的声音才回答道：好吧，我一会儿再回来。老公，你好好休息。随着脚步声的离去，郭明牙齿打颤的声音才慢慢缓和了下来。爸，没事了。呀，爸，只有你了。耳机被拿掉，女孩向我笑了笑。郭家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哥哥压根不敢回家。现在整个郭家都要依靠我，我下个礼拜就能进集团董事会了。恭喜你！我扬起脸，贪婪地吸收着阳光。我有些好奇，阿姨的灵魂真的在照片上吗？照片已经被微止婷扔掉好几次了，
每次都被我偷偷捡了回来。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害怕。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他，或许就只是阴气作祟吧。反正你身上有我的护身符，怎么都影响不到你。女孩随意地耸了耸肩，影响到我，我也不怕，总比当个透明人强。当初我妈为了给我哥夺权，硬要让我这个亲生女儿去勾引一个50、60岁的老头子。他每个月就清醒那么几天，眼里却从来没有我。而在我爸那儿，我甚至比不上郭乐乐的一根手指头，更不要说他一心期盼的老来子。说真的，郭亚转头看向我，当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时，我真的很激动。别，我赶忙抬起手来晃了晃，我姓冯，我没有妹妹。你们郭家的世子之争，我可没兴趣。是，当然，你什么都没有做过。郭亚掏出一张支票，在我面前晃了晃，这些钱我就捐给你资助的那7家孤儿院了，算我一点心意。好啊，我点点头，快入冬了，给孩子们买点厚实衣服穿。太阳微微西斜，洒下来的阳光有些斑驳。郭亚的脸上被投出了些许阴影，他的手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死死握着一颗沾血的弹丸。我的锁魂铃在微风中轻轻晃动着，一个黑影在我的耳边低低细语。我该走了，你多保重。郭亚站起身，向远处走去，他临离开前，最终松开了手，任那颗弹丸滚到了草丛里。我目送着他离开，身边的黑影也重新回到了锁魂铃中。行吧，算他们郭家暂时命不该绝。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